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税收居民境外投资指南，也就是20%的资本利得税能否避免呢？2025年年初以来，不少中国税收居民收到税务部门通知，您2022年至2024年境外股票交易收益尚未申报，请于6月30日前通过个税 APP 补办手续。这样类似的通知通过短信、电话和个税 APP 等投送到投资港股、美股的中国税收居民。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北京、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等地的税务部门陆续开始清查居民的境外投资所得。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晒出补缴数十万元税款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那么港股、美股真的要交20%的个税吗？这些是否会被查呢？收到通知应该怎么办呢？这期视频呢，就为您详细解析当前政策背景以及应对的相关建议。因为税务身份问题，本视频呢仅针对中国内地的税收居民，美国或香港税收居民呢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之内。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征收境外20%资本利得税的法律依据以及现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8年修订版，中国税收居民就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满183天的个人，需就其全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境外资本利得，比如股票、基金等财产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这一规定呢，自2019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标志着中国对居民全球所得的税收监管进入了刚性执法阶段。2025年呢，税务机关进一步强化跨境税务稽查，启动5步工作法，也就是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集中核查2022年至2024年境外投资收益。加大境外征税的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补充财政收入，引导资本回流，技术手段已经具备等等。境外投资征税的现状，那么就是下面的几点。第一呢，2022年到2024年为重点追溯期，覆盖疫情后港股、美股的投资热潮。第二点呢，财政压力与技术能力提升，促使税务机关从冷处理转向强监管。第三呢，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正在讨论中，并且准备新增离岸逃避税等相关条款，准备赋予税务机关更大的调查权。还有呢，中国加入了 CRS， 2018年9月首次完成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最后呢，就是金税司机系统上线，并在2023年初与部分省市试点运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境外资本利得税的征收标准和法律后果。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呢，以下境外所得需按照20%的税率纳税，而且没有起征点和专项扣除，包括境外证券投资资本利得、股息收入、存款利息、境外基金、偶然所得，比如券商入金奖励等等。比如股息分红呢，美国预扣10%的税款，中国补缴10%，综合税负呢就是20%。申报时间是每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申报上一年度境外所得，需要上传交易凭证，并且通过系统的自动校验。那么它的法律后果有哪些呢？一、追缴年限，未申报境外所得可追溯3年，2022年至2024年为当前重点。滞纳金呢，按照税款
乘以 0.05%， 再乘以逾期天数计算，年化达到 18%。处罚：故意隐瞒收入可能面临 0.5 倍至3倍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可能被公开曝光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案例，比如北京某投资者徐某因为申报2023年每股收益被要求补缴并接受约谈，浙江陈某补缴 18.48 万元，孙某补缴 141.3 万元等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无处藏身的海外投资账户 CRS。 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感到困惑，境外炒股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被追税，为什么现在突然通知要补缴呢？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了 CRS 和金税4期系统上线。 CRS 全称是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共同报告标准，由 OECD 推动。它的目的呢是通过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打击跨境逃税。截止到2025年，10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等都参与了 CRS。中国呢，在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CRS， 首次信息交换于2018年9月完成。中国税务机关开始与其他 CRS 参与国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交换的账户信息包括账户余额、股息红利记录、利息金额等等。根据 CRS 标准，金融机构需要识别所有非居民账户，在执行期间对存量高净值账户，比如余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尽职调查要求更为优先和严格，但监管范围从一开始就已经覆盖了所有的，包括中小账户，比如余额不足10万美元在内的所有应报送账户。同时呢，金税4期整合了银行流水、海外收入、境内消费等多类数据，通过大数据手段自动识别异常收入行为，比如日常消费明显高于申报收入，就会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那么它的技术手段都有哪些呢？一、单笔超过1万美元跨境转账触发银行上报。第二，支付宝、微信跨境支付数据纳入金税4期系统。第三，区块链技术辅助生成个人税收档案，增强数据追溯能力，覆盖 CRS 签约国，比如香港券商，如富途、老虎证券等客户信息。第四，金税4期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与申报收入不符合的异常资金流动。那么现在呢，除了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加入了 CRS， 所以境外的证券账户，比如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的证券账户，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几乎就是透明的。那么税务机关能否掌握美国的券商信息呢？美国确实还没有加入 CRS， 而是通过 FATCA， 也就是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来实现信息交换。那么 FATCA 机制呢，就是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 IRS 报告美国纳税人账户信息。中国与美国于2014年6月26号达成了 FATCA Model 1 IGA 的实质性协议。中国金融机构呢，需要向中国税务当局报告美国纳税人信息，并传递到 IRS。 那么它也有局限性，截止到2025年6月30日呢，中美的 FATCA IGA 还没有正式签署，导致信息交换机制尚未完全落地。然而国内金融机构早已开始参照 IGA 要求，对存量和新增账户进行涉美标识识别与管理。它有其单向性， FATCA 主要服务美国税务监管，中国获取美国境内账户信息的渠道有限，美国呢没有义务向中国提供中国税收居民账户信息。
尽管美国未加入 CRS， 但是中国税务机关获取美国券商，比如盈透证券、富达数据的可能性比较低，但跨境资金流动，比如大额转账，可能触发中国外汇管理局或者银行监控，间接暴露美股投资行为。目前呢，由于 FATCA 的单向性，直接采用美国券商是安全的。那么如何避免 20% 的资本利得税呢？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投资者如何有效合法的规避境外 20% 的资本利得税呢？合法合规的节税策略需要在个人所得税法和外汇管理规定框架内来操作。第一呢，可以通过港股通投资，资本利得暂免个税，免税期呢至2027年12月31日，但是股息红利仍需缴纳 20% 的税率，一般是国内券商代扣。2025年上半年呢，港股通南向净流入约7300亿港元，同比增长1倍，显示该渠道的节税吸引力。第二呢，使用 QDII 基金，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 基金投资港股、美股，目前资本利得暂免个税。第三呢，可以使用直接美国券商，比如盈透证券、富达等，可能降低 CRS， 直接上报风险，但不代表完全安全。资金回流或者大额交易可能触发国内监管。第四呢，可以制造亏损来抵减，年度内盈亏相抵可以降低税基。比如呢，卖出盈利10万元的股票，同时卖出亏损10万元的股票，可抵减税负。这个策略呢，短期内有效，但解决不了账户的长期盈利、账户余额增长的问题。其次呢，在具体执行中呢，年度内的盈亏互抵是普遍认可的原则，但跨年度的亏损结转抵扣目前尚无明确的普适性规定，建议呢具体可以咨询主管税务机关。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任何避税方案呢必须合法合规，故意隐瞒收入可能导致高额罚款甚至刑事责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境外税建议。首先呢，要主动合规申报，每年3到6月可以通过个税 APP 申报境外所得，保留完整交易记录。也可以利用亏损抵减降低税基，争取按年度或累计合并计算盈亏。然后呢，可以选择低税渠道，比如优先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或者 QDII 投资，规避资本利得税。同时呢，也要谨慎使用香港、新加坡等 CRS 签约国的券商，注意资金流动的合规性。并且呢，也可以关注2027年底港股通免税政策到期后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直接采用美国券商，因为目前的 FATCA 机制是单向的，主要收集美国税收居民在中国的投资信息，但需要跟踪中美 FATCA IGA 的进展，评估美国券商账户的税务风险。最后呢，也可以借助技术工具，使用 AI 报税系统简化申报流程，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总的来说呢，中国对境外资本利得的 20% 税收监管呢，已经进入了全面执行阶段。CRS 和国内技术升级让财富无处遁形。普通投资者应该通过合规渠道，比如港股通 QDII 和主动申报，降低税务风险。在监管与技术双轮驱动下，合规呢是唯一出路，忽视规则将导致高昂的代价。目前 A 股的买卖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股息红利所得根据持股期限适用差异化税率，从 0% 到 20%。这个呢是按照持股期来确定的，为当前最具税收优势的投资渠道。但前提呢是你认为 A 股具有投资价值。征收境外资本利得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至于何时
如某左翼大 V 所期待的全面征收国内资本利得税，目前呢还是雾里看花。当前除了一些自由港，比如香港、新加坡外，主要发达国家在境内征收资本利得税呢是普遍现象。比如日本的税率是 20.315%， 是相对固定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税率因收入而异，最高分别是 20% 和 45%， 折扣后呢大约是 22.5%。加拿大最高税率可能达到 26.75%。本期视频呢，仅作为知识分享，不构成税务或者投资建议。好啦，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有所帮助，请记得订阅、点赞、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